队进城了。有马队。 这也没学过烧炕，你逞什么能啊？哪位是常四爷啊？小老儿正是。先生贵姓？ 在下古平原，帮徐管带办事，过来拜会一下。啊，这样。姑娘，这炕都是通着的，灶上做了饭，屋里也就热了，别给自己呛着。 行。喝茶。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？年关将近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。吃马帮饭，穿四季。家里女人死得早，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，到老了，弄套宅子置点地。 谁曾想啊，一辈子吃跑腿饭的坐地户是外行，拉了饥荒，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，想到关外来熨烫海盐。债主啊，催得紧，赶一赶，年前能回去。出门在外啊，全靠朋友。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？感激不尽。 四爷是老江湖了，一点谈不上。我也不是什么先生，就是一个流贩。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，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。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宁国堂。不错，流贩们一路发配至此，不知道蒋姓还能再活下来。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？都是军屯，就被分配到那儿。 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、打狼、打老虎、打那黑匣子，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，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，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。还有去挖参的，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，稍有不慎，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。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 可在这宁古塔，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。不孝敬，过不去。多谢古先生。哎，姑娘叫我。你别说便宜话。会烧火吗？ 你看这木头啊，就像这么堆着就行，别压在火苗上啊。你老压在上面，难怪它冒烟呢。学会了，他们不教我，还总开我玩笑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屋里就能热了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啊，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请他出去。
郭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啊？我寻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给了400两。可是徐官太非说山西富甲天下，这个钱不够。给的越多，只会越麻烦，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。你明白的告诉我，你若帮忙，需要多少钱？莫怪。这样，过3天，我把盖了城防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。至于钱嘛，我在宁古塔，要钱也没用。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，过些日子告诉你。郭先生，你若能帮乔老儿渡过这一难关，日后但有吩咐，必尽全力。吴大哥，怎么，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问。你流放多久了？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。哎，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，你怎么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盗反贼。我之前杀了很多人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我不仅杀他们，我还抽他们的筋，喝他们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。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这里不仁不贵的熬着。哎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这鬼地方，以后能不来别来了。哎，你当我害怕吗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，春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狼群，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，我也没怕过。这野物固然凶残，却比人强上许多。这天底下最歹毒的，就是人心。年纪轻轻，说话像个老头子。我有吗？你是犯什么罪来的？哎，不高兴可以不说啊。说也无妨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就是考状元。是考状元。当年我会试的时候，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试卷，准备出去，但课场有课场的规矩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他们呢，就说我咆哮课场，把我抓起来，流放到这里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。很明显就是有人在课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！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1年，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戳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快点！这还有一把。爹，后头的快！养我的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上手，回
只带2个人走。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后面。 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压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将军，有人看见姓古的往双架山方向跑了，还想逃？再一个书生跑不快，都给老子加把劲儿！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
见他们跑多远？赵儿，都给老子找仔细了！不许你，都别动！刚给你拔了剑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舒服一下。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郭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啊，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，幸亏听了她的话。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，别说是恩人。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一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。车辙的痕迹，抹不去。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
人没有？有人没有？老头儿，车上是什么呢？大鱼盐呢？没有盐啊！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人出逃啊？乔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？没有？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你在车里。是，大人。知道藏你刘人的后果。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，别提这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着点儿，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C， 稳妥起见，让装满盐的车先走。兄弟们，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，凿开冰面，往那3辆车里灌。把你们吃的面饼泡了香油，撕碎了放在筐里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，抓了鱼装车里。这里地势一马平川，藏不住人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烟影子已经盖了城防大印，另外还有一事，需四爷帮忙。门外有一包账本，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。
救命两方，越快越好。鸡毛狗叫的说！标下给大人请安。标下未能城外迎接，死罪。标下耽误了一日，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。这是什么？是孝典将军的毛皮，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，都是一箭胜穿双眼，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。这是什么？参酒，里面都是野山参，标下选了最好的参泡了，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。还有吗？里边还有。收获真不错，把东西给他，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？怎么，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？将军大人，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。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。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，上面说你贪赃枉法。你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，予取予夺，草菅人命。说，我不管，他就要送往京城。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，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，让我好好查一查。将军大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标下是朝廷命官，大人不能提起流犯的话。单子上还说，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，连我都得被连累上。这事儿有吗？没有。吉林将军令：宁古塔四平关内徐三参安成庆，勾结反贼，愤恨无耻。我持赵虎石，不加长留意。宁古塔四平关内徐三。兄弟，荀子17号吗？怎么子？哎，你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这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便利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先苦，上品下匀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我从会这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便利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先苦，上品下匀。我是古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
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古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局子，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。着杖50，流放宁古塔15年。走走。你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娘逼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了，你可惜了吗？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了，他啷个这事？谁说不是？哭什么？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。干嘛？哎，别，你乖一点。你这是发烧了，受了外伤，被冰水一激，热毒全出来了。我跟爹得轮着班照看你。大夫说了，能不能好，这几天很关键。不说这些了，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有一个人，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，他死了之后呢，见到阎王，阎王爷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，随便挑。”于是他说：“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、无父无母、娇妻美妾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最后得享高寿。”阎王爷就说：“哎，老兄。”要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你来当阎王好不好？不好笑是不是？若有来生，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帮，我读书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你死不了。是吗？你看你，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，结果怕死怕的要命。哎，
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在悬崖上睡过觉，在草原上遇过狼群，我都没怕过。就开始怕了一点，后面我就不怕了。我如果真死了，有你们哭，有你们埋，我不怕。 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毒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哎，真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主意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们，这几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他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他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？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郭兄弟，你不是说
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好好歇着，少说话，伤气。干什么去啊？送药。你坐那儿，爹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从今以后，照顾古先生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行，我去把药锅洗了，也不用再找大夫，把他往街上一扔，还省房钱。净说屁话！坐下。不是你想让他活吗？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。我说的是你。人过去，心不能过去。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爹都看在眼里。我提醒你，你还是个姑娘，还没找婆家呢。我老了，也跑不动了。以后啊，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。我也没有儿子，只能守着你过。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犯人。爹，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，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，也帮过我们。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。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，他就算是妖魔鬼怪，今儿我也要救。烫着。快到家了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！你看，那就是雁门关，说书先生讲的。金刀杨老令公带着7狼8虎镇守在此，要不是双龙会在那奸臣潘仁美所骗，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？我真后悔。人家被撞死，你后悔什么呀？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我总抱怨他，听书只能听一半，不管多么牵肠挂肚，非走不可。再回来，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，要么换了一套书。只有那年下大雨，马队走不了了，我完整的听了一部《杨家将》，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倒也是，好日子难得。你看，像我爹，这几日这么高兴，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将来想起来，会不会也特别难过？你当我瞎讲吧，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，没个正经。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。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。下次你爹再跑马帮，我想跟着学学做生意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我还考状元呢，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，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哎，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，他能答应吗？我爹必然十分欢喜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。嗯。哎，古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想？你千里迢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？我若说是，那便是骗你。实在是，
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，都太过古怪，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。但这辈子，就算是豁出命去，我也得搞清楚。什么？在我儿时，我爹外出会试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，老娘再三叮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。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，之后，便在考场里出了事。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。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，我若不逃出来，一直在宁古塔，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。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？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，如今真成了流犯，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，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卜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，你不妨委身在此，学学生意，等到朝廷大赦再动身也不迟，何必长吁短叹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是古族人的酸气又冒出来。准备下山。咱们快到家了。死车不见了，四爷，搁哪放哪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黑子哥。四爷好啊！好好好！哎呦，拜个早年啊，四爷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啊！发财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曹四爷回来了！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日子没见了啊！哎，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祀碑呢，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这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盐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年前，弟兄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！干一个！来，敬四爷，敬四爷，敬四爷，我们来敬一杯，干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干！哎，好，好的，啊，没事，好。爹，你省着点喝呀！你跟大家伙抢什么呢？没事。黑子，来，敬弟兄们一圈，来倒上。来，弟兄们，四爷过来敬酒了，兄弟们，来敬酒啊！看吧，年年如此，今儿一定要喝个烂醉。跟了我大半辈子。往年喝醉是因为高兴，今年是我的只怕会醉得早一些。子侄辈后来跟上来的，跑马帮。怎么？王天贵的管家刚才带着份檄文过来，要四爷腾地方。这辈子能有你们不是给他钱了吗？还欠了718两。我把爹拉回来，借酒浇愁有什么用？哎，你坐。是，你有办法？掌柜，身体结实。那你去添什么乱？咱们一起干了！你看，四爷但凡有招，何至于把自己喝的那么多？劳累各位弟兄了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咱们一起干了！哎，黑子，来，来，来来杯，
年30被人从家里赶出来，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，让爹别太难过。谷大哥，对不起你啊！我的命都是你们救的，你莫急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要是没办法呢？那就睡大街呗。我都出了宁古塔了，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。好酒要喝好，兄弟们，你们喝啊！我们夫妻歇会儿。喝好。我没喝多。喝一个，坐下。哎，你别哭哭啼啼的，你这样我怎么想办法？那我去别处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陪我出去走走，透透气，你也带我见识见识。走吧。下月到了啊！你什么时候跟着四爷一起跑马班的？大概比这个小一点，3、4岁。我娘走得早，我是在马车里摇摇晃晃长大的。哎，真好。我小时候就在乡里念书，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省城考举，然后呢，就是去京城考进士，再然后就是去宁古塔。只想和你一样，到处去走走。在外面跑久了，就特别想在家里待着。我爹也说了，他早晚要把鞭子收了，车队卖了，在家好好养老。你们那儿经常下雪吗？很少的。我家是茶农，那边有片茶山。要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去的话，我一定请你喝我们徽州最好的茶。好倒是好，我就怕我没那个福气。哎，你当我瞎说？谷大哥，你吉人天相，一定能回去的。我肯定吉人天相，蒙你们一家子照顾，我才能活到今日。
你放心，房子的事也会逢凶化吉的。哎，让开点！科技草原那么稳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早就听闻平遥城富甲一方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做生意的。平遥城就是这样的，都是马帮多、票号多、当铺多，小孩子只要不是读书的料，就早早被送去学做生意。可惜我不是男孩，不然我也可以帮我爹做生意。科技草原那么稳，我也还要请马帮送一趟药。哪一个有医院来的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常姑娘，起开，别等着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解眼下的困局，你要不要走？草原上那几个王爷打起来了，听说是抢草场，专门派人过来买药。我这先给了应当，明天就要走。明天就到我坑去，我那伙计也不干呀。说的对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到了那边再来句话都不会说。就是，我谢谢你了。您是？我是常四爷的女儿。哦，那正兴四爷的，他来了吗？他跟伙计们在一起喝酒呢。我是四爷的族侄，四爷让我带句话，这单生意啊，他接了。四爷真是英雄了得呀！我操，他是真的敢去呀！哎，来，这件事情不好说笑。我没有说笑。你知道可哪啊？这个季节往西走啊，得过河水沼，翻多着山，那山高的呀，连鸟都飞不过个。今天请了这么多马帮的人，没人敢接手啊。我应付应付，让那个蒙古人明天再去别的地方碰运气。哎，你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四爷的主？直头请。来。六子，你去把马厩扫扫，尤其那边扫干净点啊！天亮把草料加足了。哦好，曾师傅，你检查检查马掌，喊个兄弟给你搭把手。哦。您好好看看，这约上写着，若本年内未能还清，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。差多少？还差718两。爹，你醒了啊？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诸位，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。四爷这房子还差着银子呢。今日若再交不齐，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，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。这是咋？我擅自做主，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活。二位请坐。你谈风呢？随机应变吧。你们好好谈。范龙是吧？我来和你谈。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，常四爷也一定的。常四爷我认识的嘛，以前经常跑梦溪的嘛，我们王爷也认识他，好得很。来，喝酒。
哎，好汉子，好酒量嘛。来，来，哎，所有的这个汉商呢，都是我接待，以后就把我当自家兄弟。行啊，承蒙照顾了，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？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怎么只转圈不吭声啊？这就是你给爹出的主意？不是我，是古大哥，他要没跑过马帮，他就是个书生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不答应，难不成今天晚上半夜你我被轰出去啊？哪儿变那么多银子？我没去过西蒙，我也不了解那里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，叫千里万里，行则必至。意思是，不管多远的路，只要迈出脚去，就一定能走得到。这银子烫手，科尔沁那边在打仗，那去不得。不是您说的吗？富贵险中求。骗我！他对生意一点都不懂，怎么能谈下这个生意啊？我教的。不行，最多60天。这个夏天的时候跟我爹走，最少也要2个半月。对呀，那还是夏天呢。这回风雪交加，又要翻多折山，又要过黑水沼，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，我看够呛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嘛？莫说王爷了，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毕竟不是神仙。你再找别人吧，走了。哎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不是谈生意，生意是要谈的嘛。坐。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，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。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，我早点回去交差，是不是？时间上的事情，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。你们走得快一些，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。这个，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，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。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，我们仗打输了，操场、女人都没了，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，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。是这样啊，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，毕竟是大过年的，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。除非，在他们走之前，先给上一笔安家费，让他们心里踏实了。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。老兄弟，你这个谈法不规矩。不规矩？不规矩。你要是都死了，你上哪儿去说规矩？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，把药尽快送到。你那边的人没事，我这边的人没事，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，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。你们2个挺能谈。脚力线加2层，我跟你去。对呀嘛，反正也没成亲，挣了钱娶媳妇儿呀。笑什么笑啊？这事儿要定也是4爷定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4爷，哎，4爷。
顾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。长四今儿啊，遇到难处了。就一句话，大伙儿帮不帮我，我都感激。江湖讲究，胳膊上跑马，唾沫定钉。今天啊，我是求大家，我不躲。是呀，别看。饭后啊，大伙儿回家一趟，跟家里人讲，现在答应我，我不信。家里人点头了，你们再来，交利钱啊，都多加2成。小六子，哎，四爷，回来娶媳妇啊，你还欠我一杯喜酒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来吃饭。郭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，没敢招呼你。怎么，怕我跳下去啊？要跳，你在宁古塔便跳了，还是今日啊？睡不着觉，出来想想心事，想想将来的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想你娘，自己在难过，是不是？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，一个人坐在外面，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。我对她记得很模糊，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，她头发还是黑的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脾气，我问了，爹也不肯告诉我。你也同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是思念娘亲。我是老娘，明明在徽州，但回不去，无法尽孝。他一人抚育我们兄弟2人，本盼着我科场扬名，谁想沦落至此。在宁古塔，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，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？天下之大，无处安身，有家难回，有国难投。想起小时候私塾里，先生每喝醉酒，总会唱戏，唱林冲夜奔，80万禁军教头，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。如今想来，真让人同声一哭啊！所以，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，是吗？我很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，你会留在那儿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瞒不住我的。我留在四爷身边，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。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！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，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。哎，哪个要你报恩？你当真好笑！你怎么了？我去睡觉，你跳吧。啊？四爷，四爷，马春山给找的了。就让我拉住人，不要把人推进去。太早了，全不要了，快叫人！这麻烦
里把马将子了！快救人！把马将撤了！救人！救人！快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这哪会陷进去啊？ 出色儿了！小姐出色儿了！爹！月儿，月儿，爹！月儿，爹来救你！爹！小姐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了？小姐助攻回来，估计早就迷路了。月儿，别怕，爹来救你！爹，他不干，他不干！回来，回来！月儿，别慌！ 顾兄弟，顾兄弟，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当心啊，顾兄弟！放下，顾先生，慢些，顾先生，使劲啊，顾先生，赶紧用胶带系绳子，系石头，快！快把裤带系好了。月儿，月儿，你别慌，你别慌啊！ 把手给我，再近一点，手，快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现在别使劲，要不陷得越快。来，别怕，来。没事没事，别怕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 别怕，再不多看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沉进去了，可就看不见了。我知道。顾兄弟，月儿，坚持住！顾先生，快快快！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就我最没用，我把你害了。 我把你们都连累。别说这样的话。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，一块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，一起说说笑笑，不是挺开心的？ 你们两个不要乱动，越挣扎陷得越快。鱼儿别怕，爹救你。握的不够，快点拿！快拿点！让开！爹！再这儿几个，快！爹！爹！顾兄弟，接着！撑住，顾兄弟！顾兄弟！ 顾先生就是顾先生，抓住我！顾先生，小姐有救！顾兄弟，拉紧绳子，捆到身上。好像有救了。 我问你个事儿，之前我是不是说话得罪你了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你没得罪我，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要死了，你过来，
我心里快活的要紧，就算死了，我也高兴。顾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生你的气了。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。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过，你也别跟别人说。我不跟别人说，我不跟别人说，放心，我不跟别人说。顾兄弟，喝酒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汉龙大人，王爷回信了吗？不着急，先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四爷，您不着急，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吗？顾兄弟，你是个好汉子，我也是好汉子。我跟你打个商量，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？不是，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在您大人面前，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？您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尽管吩咐下来就行。干杯！啊，来！那这样，来，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、不顺手，不停地在催药，这个钱的事情，他没有讲过。他在气头上，我们也不好问。既然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先把药给我们。让士兵们吃了药，身体都棒棒。这个仗一打赢，这个王爷一高兴，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。好是好啊，只是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，就一家老小要养的。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，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，那全家都给饿死了。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、药品钱呢，全给结了，也让四爷回到平遥。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，再来科尔沁，给王爷磕头谢恩。我留下来，陪您喝酒。顾兄弟，你要是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，没有，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。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，挨这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。那就多谢了，汉龙大人。说到底，韩龙就是不想给钱。太堂的王爷府硬抢呀！孝顺点。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人家兵强马壮，强你怎么了？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了。最近几天，韩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110个骑兵过来。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，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。难道要死在这里啊？啊！咱们要真这样空手回家，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，那我多车要的钱怎么结账？真是把人往死里逼。实在不行，就把药给他。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我得全虚全影的把他们带回去，绝不能死在这儿。C，你要是把药留在这给他们，咱们只能死得更快。汉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，在半道上截住我们，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，要和他们硬斗。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，但是得马上做，今晚就得做。我们蒙古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们也不肯把药给我们，还想多要我们钱。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。走。
这是干嘛呀？顾大哥，哎呀，程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整来2匹马，就在外面，现在就走。哎呀，你简直胡闹！快跟我回去！我回哪儿去？回去让他帮我。哎。 要呢，去找啊！听我爹说，这些年外人袭扰，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，他们争河流、争草场，抢掠子女。这么美的草原，如今却硝烟四起。长思，回乡！别动我娘！别动！滚！快扔的！看到那边马的坑了吗？看到了，那就是埋你们的地方。我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你挖那么大坑干嘛？笑！笑！你拖着死鬼！我笑！要死了！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，是吗？青天白日，众目睽睽，你就打算明抢啊？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！王爷回来，岂能饶得了你？王爷回来，王爷回来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，耽误军机就有可杀之罪。好啊，来，好汉说话，一个唾沫一个坑。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，你就是个无归王八蛋！对，底下站路。你看到那个紫红色的大道没有？那应该是科尔沁王爷的地方。那边那个是青色的，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。你看后面那个没有顶的那个帐篷，应该就是科尔沁王爷的所在之地。那么远啊？或许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。不行，听话。什么我听话？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。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花时间绕过去啊？
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，你就死在战场上，那也不如一条虫子。整个营地就这么大，他们挖地3尺的话，很快就能知道药品在哪儿。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，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。我只能赌一把了。 收尸！快走！进去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新抓来的男的充军，女的为奴。把他送去服侍附近。过来！常姑娘，进去！上！过！进去！ 你
干活，要不然把你累死，在这儿好好伺候着。 看什么看？老实点！你要逃走，会死掉的。马没有他们快，也没有弓箭。别做傻事。我还有朋友在，我得去找他。朋友。 在这个地方，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。走啊！这是疫病，这是黑疫病，都离他远点！黑疫病，离他远点！黑疫病，离他远点！ 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放箭！放！福晋，请进。去把王爷请来。是。王爷。 这仗是怎么打的？王爷，咱们的人不能再死了，您不能再骂他们了。这娃子的弓箭再准，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。这叫什么事？勾结外人，杀自己的弟兄，这叫什么英雄？人家不想当英雄。王爷，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。 如果我被打败了，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，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。可他现在做了贼，我1寸土地都不会给他，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。王爷，西蒙小孩我到。 王爷，福晋，你用火枪打死了我那么多兄弟，你还敢来？王爷，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，我不呢？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，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。 希望可以不用流血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做什么？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，他们自顾不暇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。出兵时候，阿布说，如果王爷同意，我们马上罢兵休战。 成吉思汗在的时候，可没有兄弟之间流血相争的，更没有勾结外人欺负同胞的。当年多伦会盟，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，关内关外，亲如一家，绝不会背叛朝廷。我不会跟你走。
秘书说，这样，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，我们一起往西，占领更多的草原，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，这是门好生意呀！哼，我不要你的东西，我不杀你，你走吧。 王爷，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，枪呢可大可小。像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可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火枪？王爷，这就是你们的仁慈。希望你能明智一点。王爷，你不要答应他。不要怕，这自然。如果我答应了你，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都辱骂我；如果我答应了你，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。开枪！他去有什么了不起？ 要是再这么固执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，都没人知道。有人知道。好孩子，杀了他！小姑娘，这把刀，钱奶酪还可以，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。 倒霉的可就是你了。听我的，我皮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，我向长生天起誓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你把它拿走，离开这儿，其他的事与你无关。 很美的样子哦。好，走。多谢太太救我，我要去科尔沁，打仗的地方。你已经到了。 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，你想娶她吗？王爷说了，今儿收兵回去，就把这婚礼办了。啊，我好好养伤。 仔细你的脑袋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王爷回来了！ 格格和我们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长四爷？你
你再说一遍。哥哥和儿父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常四爷？别看了，喝酒啊！顾兄弟，我亲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别问我了，我也乱着呢。这次敌人不战而退，咱们喝这杯酒，可不是因为打赢了。从乌珠穆庆一直到长城，都是一家人。咱们兄弟之间打仗，算不了什么。可现在，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，草原不会安宁了，天下要乱了。我下定决心。绝不会跟敌人低头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哈哈！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。你们都见过格格了，额驸你们还没见过。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。王爷，我们的额驸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，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，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，所以我放心，将格格嫁给他。额驸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土地、牧民，还是做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？王爷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，他们也是蒙古人。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哦，那就都赐给你。当奴隶。我自己做过奴隶，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，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。我的意思是，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。你是在改变我的规矩吗？就像您说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到处都不安宁。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？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，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还请王爷三思。
没有战俘奴隶，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干坏我的规矩！开门！奉科尔沁科夫令，释放所有人等。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，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武器、牛羊、帐篷。走吧。他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，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，你真应该出去看看。哎呀，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真没想到，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，你真厉害。顶了就顶了呗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，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。谁稀罕呀？王爷说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他护你周全。我也可以留下来。要是没有你常玉儿，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。我如果还是自由身，就留着在草原上，每天骑骑马、放放羊，挺好的。可惜我不是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！头回见你这样，连死都不怕，说话绕这么多弯子，不就是流放吗？你没让朝廷逮住，就算是让我逮到。你这个哥哥是真哥哥，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。我家中有婚约。我倒没听你提过。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。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，念不起书。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，他看我可怜，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。他膝下有一女儿，叫白一梅。上京赶考之前，那是换过帖、放过定的。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。那他如今呢？如今不知道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我身为流犯，家有婚约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
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俄夫的呀。逢场作戏吧。王爷，请留步。好，好。快起来，孩子。王爷，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。金银珠宝也不稀罕，我把这个玉佩给你。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，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，天南海北，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，替你处理麻烦。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。我看这小子呀，他不是真心要娶你。我也不稀罕。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？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，我都保护你。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，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，家里尚有老母在，不敢远行。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。感谢王爷，感恩您盛情款待。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请。保重，保重，孩子。保重，孩子。你终究还是要走。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，你也别胡思乱想。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。你将来会来看我吗？我是说，跟白小姐成完婚。但愿吧。我家中还有老娘，还有弟弟，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。这些年，他们被我连累了。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。你没对不起任何人，多保重吧。下。上！逃犯古平原，下马受牵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同罪相担。
逃犯滚平原，下马受擒。长四一并锁了，窝藏逃犯，通罪相担。 我真是想不明白，谁干了这个缺德事儿？是王天贵，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！你说是他？你把钱还他了，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。这口气憋在心里，你们也得发出来。这次算我的，没多想一步。 是我连累了你，顾兄弟。四爷，莫说这话。咱们是生死之交，是我连累你才对。不就是一套宅子吗？就算你把宅子给他，又能怎样？这种小人，你越是让步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，且往后看吧。 提审。你小子真行啊！带了50斤的脚镣，还没被谋破。哎，老犯人了？可不是嘛！当年也是那么沉的痂，一路走到宁古塔。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这包脚的功夫，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。朝廷拟判，斩立决。 你小子呀，受不了几天罪了。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。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，还把别人给坑了。我看到不了秋天呀，就得向你道喜喽。嘿嘿嘿嘿。 犯人睡着了？废什么话呀！就你这样的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想冒充县令？回去多读2年书吧你！给我少废话！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，是你快要死了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？你的功名都被革了。 我来看你，那就是看个死人。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？说吧，除了四爷那套房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呀，对我这个人不了解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好，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。说说你的条件。 我听人说，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。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你了解当铺吗？ 我祖上留了间当铺，
在我手里越做越大。当铺做得好，首推安徽人，灰骆驼吃苦耐干，也有眼力。记大红色嫁衣一件，一斤磨损，虫腻鼠咬，帐下有无字无配饰，当银4钱。请大贵。大贵看古董珠宝，二贵看木器首饰，三贵看粗本家具、日常用品。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，你去当，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，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，你也赎不回来。没希望的人死当，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，出出进进。人死了，钱活了。当铺里的钱是进项，票号是出项。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，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。票号可以存储，可以放贷，只用几张纸，通行天南地北。哼，其实银子呢，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就这么说几句，谁能懂吗？哎，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。犯人是犯人，生意总归是生意。这些年，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这些下人呐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。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，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？当然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他们错了，东家就是东家。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，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。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。游进那潭死水，把他们给搅浑了，然后把权力拿回来。你能帮我做到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老弟，我爹呢？被王天贵扣住了。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，做得好了。才能把四爷放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，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啊，武先生，我干爹怎么办？你知道他年纪大了。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湿寒，这房子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，行不行？这能用钱解决，那就好办了。大清律里，逆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，还不是因为你！黑子，黑子，你干嘛？松开！顾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。1个月之内，帮他收服当铺里的大贵、二贵。那些都是程了经的老狐狸，1个月怎么可以？顾大哥，玉儿姑娘。哎，去哪啊？别碰我！
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我看你得意的很，这么久不见个人影。四爷被关在里头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么用？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来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。怎么？说在你心中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？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？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啊？平遥怎是他乡？我便是生在这儿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，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，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。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，但那毕竟是监中。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，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披一个大黑斗篷。你就这么跟四爷说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，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傻子才会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别看我这么骂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跟黑子讲，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当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里焦急的很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2件事，办好了才肯放四爷。楼上有人。你来来回回就这几句，姓古的滚你的吧！什么人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自个儿留着穿，好长命百岁。这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滚吧！这些日子呀，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，确实不容易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你们背后嚼我什么舌头呢？谷兄弟一直在夸你，说你心性坚韧，能干大事。什么心性坚韧？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，把你们俩都拽出来。现下倒好，宅子留住了，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。你们倒是开心的要命。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的干儿子了。那说干儿子的，纯粹就是在胡扯。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，所以才一直扣着四爷不肯放的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说？我哪知道啊？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先生说过，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主，有的东西不是你的，争到了也无用，唯有德者居之。知乎者也，又来了。啊，读书人的酸气又上来了，对不起。郭兄弟，我怕王天贵啊，还是不会放过你。你得想个法子脱身才是。他是个绝户，心如蛇蝎，做事有决，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。这个我自然知道，这场仗还没开始打呢。我还是劝你，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柜的位置上了，可以了。你的手段和能力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，也不得不对你客气。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糊涂。四爷，
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，把你救出来，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当恩怨分明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着。平日里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也就先回贵上了。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。这2日我要去一趟金阳山庄，那老几位刚刚脱困，我也摘下了总柜这个责任，可以喘口气了，去看看他们。好。别管我，你哭你的。我不管你，你是鬼啊！我还没鬼好呢。鬼还能投胎，还有个盼头。我能盼什么？喝晚了，别哭了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？没有啊，你们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夸你来着。哎，四爷不怪我连累他，就阿弥陀佛了，不奢望他能夸我。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。若真有慈祥，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？你会好好活着的，你，还有我爹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你们不去宁古塔，我要不那么多事儿，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。陆大哥，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你要听吗？听。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，不后悔遇见你，也真心实意的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，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，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，完成婚约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会好好活着的，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，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。生死之际，不畏就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。大家彼此安心吧。
到家了。你看，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。谷大哥，心安了吗？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真酸。皇上驾崩了，全国都在发国丧，马上就新朝了，新帝大赦天下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我现在去买马，到街上走一走，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。哎，先别冒失，再等等，我再出去看看。爹，你让他买马吧。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，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。郭兄弟，要不你再多住几天？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。你没看谷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？他若现在有匹马，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。四爷，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，安徽光复了，你可以过来，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，运到北方去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。我家里有半座茶山，有银毫，有猴魁，那可都是好茶，卖到京城销路应该会很不错。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，是真的吗？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，当朝的皇帝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。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，都快变陈茶了，然后拿茉莉熏一遍，香味是有了，但也失去了本味。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，您家养好身体，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。一出监狱的门啊，我这两条腿就痒痒了。这1年多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只有在路上痛快。葛兄弟，一路上多多保重。嗯。站。站。哥哥，这次南下定要周全。是。山下等候。走。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
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去。顾大哥，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都图口碑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顾大哥，保重。在。情至三十袖口红，寒云沉江，打马回家乡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我若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的。顾大哥，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。任凭家